给本宫站住！娘娘，主，嘉嫔娘娘，奴才奉旨带走2位阿哥。本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皇上要让本宫母子分离？让您母子分离的不是皇上，是您自个儿。您好好保重身子，等龙胎一落地，也要立刻被送去协芳殿。再说了，就算您护得了阿哥们，您护得了真叔吗？真叔即刻就会被送回御史。您呐，好好的毕恭思过吧。主，嘉嫔娘娘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主，太医说您不能大悲大过，龙胎要紧啊！主，药，快！不会的，主，不会的，主，快喝点药。本宫还怀着皇上的龙胎，主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您喝点啊！真叔在哪儿？主，真叔，主，您不能去，主，让开，主，让开，主，真叔，主，你们若敢拦我，今天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。真叔，其实啊，真叔不必急着回去的。这御史新王爷刚晋升王位没多久，就逼得王妃自裁了，已被皇上押解至京问责。如今已经入了京城，很快就会进宫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母族的消息，你居然自己不知道啊？主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李煜，皇上，奴才在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的话，是嘉嫔娘娘在磕头。皇上，王爷行为有失，但请您饶了他吧，皇上，您饶了王爷吧，皇上。谁告诉他这些的？御史王爷已经进京，这事儿瞒不住了。怀着身孕，还如此这般发疯。如意，你以皇贵妃的身份告诉他，从此刻开始，她已不是嘉嫔，而是嘉贵人。要是再吵闹一次，便再降一等，直到废为庶人为止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传皇上口谕，从此刻起，启祥宫京氏不再是嘉嫔，降为嘉贵人。若再吵扰，再降一等，直到降为庶人。奴才送嘉贵人回启祥宫。皇上也说过了，无事您不必再出来了。皇贵妃，是你蓄意害我，是你蓄意害我们王爷。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要害你们王爷，是你们王爷自己苛待法器，也是你陷害本宫和大师，毁了皇上的圣谕和天价的颜面。你又是什么好人吗？难道你就没有诬陷我？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即便是真叔分不清，可我分得清。那七宝手串上用着的，分明就是玛瑙，而不是红玉髓。那红玉髓的七宝手串又是哪里来的？啊？嘉贵人这么多定，本宫可是记得那日你跟皇上说，你得了这些物件一眼都不敢看，便封起来交给了皇上。既然一眼都不敢看，怎么会知道是红玉髓和玛瑙？若是看了，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还是这串手串根本就是你做的，不看也知道。我怀着皇上的龙胎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母族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
一定是你，是你挑唆的。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你怀着皇上的龙胎，还苦苦的这般求情。嘉贵人是把你的王爷看得比皇上和皇上的龙胎还重了。你主，嘉贵人要生了，送回启祥宫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主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！皇上！主，皇上！皇上！皇贵妃，请留步。大师安好。皇贵妃安好。请皇上！主！中秋已过，是非已平，我特来向皇上辞行。宫中的是非惊扰了大师修行。尘埃浮身，终归洁净之道。连出淤泥，亦能不染自身。皇贵妃积福，此番一切安好。只是以后的路还很远，荆棘与险阻还很多。只有心无执着，清净自在，所有的尘埃都侵扰不了你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，皇上在里头等您呢，请。那大师一路保重，本宫就告辞了。林大人，送皇贵妃娘娘回宫。是。血，主见母了，快回宫穿太医呀！快，叫快！主，你再支撑一下，主，快！三宝，奴才在。本宫想自己走一走。林大人，多谢你的护送。养心殿离翊空宫不远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皇贵妃心绪不佳，您一个人走，微臣不放心，还是让微臣送您吧。也好。微臣看您神色不好，就像微臣当年一样。当年？就像当年，微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燕婉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可皇上给我指了一条前路。这条前路是您想要去的地方吗？这或许是世间女子最尊贵的去处，却不是我最在意的。那您在意什么？我最在意的是和皇上彼此信任、真心真意的托付。只是啊，我最在意的或许得不到了。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，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，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，连退路也难以看清了。林云彻，多谢你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我可以帮你安排求娶淑女。微臣一个人也是自在，能够陪在皇上和皇贵妃身边，也是微臣的福分。开心自在便好。
翊坤宫快到了，你也回去歇息吧。微臣令云彻恭送皇贵妃。太后，启祥宫回话说，昨儿后半夜嘉贵人生下了9阿哥，可9阿哥落地时就没了气息，难怪嘉贵人生了许久都生不下来。他这是自作孽呀！怀着孕的时候还诬陷皇贵妃和大师，这孩子能好吗？皇帝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只是没去看嘉贵人，只叫好生安葬了9阿哥。这回这事儿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9阿哥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朕也不忍再重责御史王爷，罚了他3年恩赏，朕也当面训斥过他。现在发落回御史，让他好好思过。皇上恩威并施，御史王爷定会好好思过的。朕呐，虽然是验赠嘉贵人陷害你之事，可是呢，看着他为了爱子这么的难受，朕也不免觉得可怜。爱子情深，人之常情嘛。主儿，主您喝口汤吧。9阿哥生下来时就没了气息，太医看了，说是您自个儿大悲大痛伤了龙胎，又艰难产。别说了，孩子没了，真叔也走了，难道是老天在惩罚我们？9阿哥没了，您更加要养好身子。奴婢听说，御史王爷受了皇上面责，要被送回去了。王爷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要出宫了。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见王爷。不，主儿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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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主儿。10多年了，别写，20多年了。主儿，您刚生产完，您真是不要命了。不行，我要命，
只要我活着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总有再见王爷的一天。去给9阿哥上柱香，说对不住我可怜的孩子。虽然我们母子其实没有缘分，但愿他能保佑王爷。我们回去吧，珠儿。我自己来。我来吧，你别动。金川战事到了节骨眼上，讷亲屡屡失利不说，居然还糊涂到求皇上派遣大师到军中助战。啊，军中竟会有神鬼助战之说，这可会让军心溃败的。讷亲是求胜心切，但也不能坏了军纪人心啊！太后，不好了，太后！讷亲大人擅自回京，皇上大怒。下去吧，太后。哎呦，讷亲真是昏聩，这不是作死吗？讷亲大人是贻误战机，可是太后若能替讷亲大人说几句话，皇上或许会念着太后您和钮祜禄氏的颜面，心软了，可能会放过讷亲大人的。试射战机，哀家说不上话。可是讷亲大人是太后您与钮祜禄氏在前朝的支持，您还是劝一劝吧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皇帝羽翼渐丰，甚有主张。若为此事去向皇帝求情，皇帝今日饶了讷亲，但心中也会埋下对哀家和钮祜禄氏的怨恨，那后患无穷。金川战事之困，皆因讷亲贻误。回朝后还敢推诿责任，实在无耻。你怎不说话呀？皇上说前朝的事，臣妾不敢接话。那朕说后宫的事情吧。讷亲是皇额娘的族人，朕若是杀了他，皇额娘会怪罪朕吗？皇上弑母之孝，想来不会让太后伤心吧？杀一个讷亲，朕要朝廷里面的人看着。朕只用可用之人，绝不因任何人徇私情。是，皇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朝局考虑。你很懂分寸啊。什么？皇帝将讷亲正法于军营？太后节哀，讷亲大人已经被处斩了。皇帝的手段好快呀！太后，您不知道，讷亲大人被皇上赐死后，军中朝中人人惊悚，欲战无不拼命。皇帝杀讷亲，就是要立威服人心，让军中无苟安之念，也让哀家无话可说。王后，哀家在前朝无人倚仗了，皇帝行事越来越老辣了。坐下。走了这会儿，脚疼吗？还撑。
慢慢走不打紧的。你的腿见好了，我也就宽心了。哎，素心啊，你老在宫里，我来看你实在不便。哎，皇上已经答应皇贵妃娘娘赐婚于我俩，只要你答应。我不能答应。江雨冰，你现在在太医院大好的前程，要什么期望没有啊？我年岁渐长，腿又废了，你我实在是不般配。素心，你别说了，我累了，你赶紧回太医院等治。素心，走吧。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啊。怎么了？索性还是没有松口。京城所致，经事未改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越急着想要照顾她，她越觉得配不上你。本宫会慢慢劝她的。谢娘娘。主，不用起来。于妃惦记着你的腿伤，做了一对护膝，要本宫带给你。多谢余主记挂。你这腿伤好起来了，怎么倒躲着江雨冰啊？你和江雨冰自幼就相识，他人品如何，你比我清楚。他可是可以依靠终身的良人啊。奴婢只想继续在主身边伺候主。咱们在一块儿那么久，经过这么多的事儿，本宫自然舍不得你走。但比起让你留下来继续伺候我，我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处，好好过日子。主想奴婢走？不是，本宫嫁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也希望你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像江雨冰这样深情的男子世间难得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腿伤拒绝了他的情谊。可奴婢这一走，主的身边就没有个亲近的人了。索性啊，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，去过平凡安宁的日子，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你知道的，这样的日子本宫有多向往。可是这辈子，本宫也只能留在这儿了。主的话，奴婢记着了。好好跟江雨冰在一块儿，本宫一定会让你体体面面的出家的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哇，素心真好看，太漂亮了！
所幸今日啊，可真是美。所幸为人忠贞，皇上也看重。这一次得皇上赐婚，嫁给姜太医，真是让人欢喜啊！楚儿，奴婢嫁人以后不能再日夜伺候您了。哭什么？大喜的日子。张宇斌，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待所幸啊！微臣一定尽心尽力待所幸，疼惜所幸。听说你置了宅子，你们就好好过日子。有什么短的缺的，就尽管跟本宫说。微臣感激娘娘，家里一切都安置好了，还请娘娘放心。奴婢不愿远离主，但求日后得闲的时候，还能在进宫当几日差也是好的。只要你愿意，翊坤宫随你出入。谢皇贵妃娘娘。好了，吉时也到了，所幸该欢欢喜喜的出嫁了。皇贵妃娘娘和所幸主仆情深，难舍难分，可是也不能耽误了吉时啊！娘娘该给所幸盖上盖头了。吉时已到，送新人出门。所幸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出了宫就可以安身过日子，不必再担惊受怕了。奴婢就是担心您，您现在一个人，宫里能伺候你的大丫鬟就是灵芝和云芝，您又不肯要新人。等有了放心的人再说吧。所幸，所幸，李公公，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好不容易换了职，还好赶得上来送一送你们夫妻。你是在皇上面前当值，何苦还跑这一趟？你们的喜事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咱们仨是旧相识，如今所幸有了好归宿，我也就心安了。所幸，你和姜太医好好过日子，宫里有我伺候皇贵妃娘娘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京郊有50亩良田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可不许推辞啊！哎。多谢李公公。所幸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你带荣华，我就说过，你定会荣华平安。是的，承你吉言了。
宫门快关了，皇贵妃娘娘、李公公，我们该走了。哎，快走吧，主儿，快走吧。主儿，夜深了，您弹着北琴，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，珍叔走了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连弹弹北琴都不许了吗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想想皇上从中秋到现在，一次都没来过启祥宫。从前他最爱听我弹北琴，如今也只能弹给自己听了。怎么会呢？皇上对主一切如旧，并无怠慢。罢了，你也还算得力。就算珍淑姐姐不在，奴婢也一定会为主尽心尽力地办好差事的。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，还早着呢。恭喜主，贺喜主，荣升廷尉。都起来吧。谢令嫔娘娘。都下去吧。主如今是一宫主位了，可以自称本宫了。这永寿宫虽然都是本宫一个人住着，但未曾封嫔，算不上主位。这正殿呀就不能坐，如今也算是名正言顺了。怎么了，主儿？不高兴吗？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成了主位，自然百感交集。方才婉嫔和令嫔来谢过恩。封了嫔位，自然要谢皇上恩典。这婉嫔啊，无才无子，无非是因为是前抵旧人的缘故，才得到了晋封。令嫔呢，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，但是她平平无才。此次你被冤之时，她也极力求情，也算是有德了。嘉奖她也是应该的。皇上赏罚分明。说到责罚，金氏降为贵人有大半年了，这些日子朕一直不曾理过她。那皇上的言下之意是要理会他了？这金氏啊，到底是皇四子，还有皇八子之母，也是第一个嫁入大清的御史贵女。这些日子，朕对她的责罚，对御史王爷的敲打，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。那皇上要复金氏妃位？若是要复妃位，朕也不肯的，但嫔位总是要的。否则，御史那边修书来问候金氏，知道金氏没有受到朕的恩泽，也会揣测朕是不是还对他们御史王爷的失德之行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敲打即可，一直严惩就不行了。如懿啊，如今你已是皇贵妃，
要以大局为重啊。臣妾明白。皇上，若今世再有不轨，您要怎么处置他？不至于了，这已经对他做出了严惩，他也吃了教训，想必他不敢再犯。若是他再有越轨之心，这也绝不容他。皇上有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今世，性行温良，端庄淑瑞，敬慎居心，柔嘉为泽，身为朕心，父为家贫，钦此。谢皇上隆恩。这前朝后宫本是一家，家贫父贵，皇上看的也是他母族的面子。我啊，只盼呢能得皇上真心相待，而不是因为这是什么旁的缘由。主儿，令嫔娘娘来了，请她进来吧。请皇贵妃娘娘安，余妃娘娘安，淑嫔姐姐安。起来吧，坐。听说皇上负了金氏为嫔，他犯了那么大的错，不配复位啊。配不配，皇上自有定夺。令嫔怎么这般着急？是在担心什么呀？妹妹是担心家嫔再欺凌我了。虽然都是嫔位，可她是御史贵女，有母族帮衬，又会谋算，求什么得什么，不像妹妹，恩宠今日有明日无的，想求个孩子都得不到。罢了，再不满咱们也不能说，免得皇上不快，只能做个聪明人，把嘴闭上好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淑嫔姐姐，咱们可都是伤心人啊。淑嫔，你还年轻，孩子总会有的。你也是。是。其实皇贵妃正当盛年，也该喝些坐胎药，以备有孕呢。子嗣的事儿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喝再多的坐胎药，强求也是无用。也是，自从听了皇贵妃的劝啊，我这十分想要孩子的心，如今也淡了。这坐胎药，我都很久不喝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先告退了。姐姐，那我也回去吧。那改日再来陪皇贵妃说话。好。主，今儿是15，去安华殿上香最是灵验了，让奴婢陪您去一趟吧。春展，这本宫吃了坐胎药有些年头了，怎么一直没个动静啊？若不然，就把药停了吧。这药是皇上赏赐给淑嫔的，咱们弄来啊已经不容易，若是不喝，怕更难预习了。对，家嫔也向太医院求了坐胎药，可仔细着，咱们的方子不能被他选了。那是，皇上赏赐的总好过太医院赏赐的呀。主放心，家嫔知道不了。主儿，夜深了，该睡了。我再画几笔。以前皇上来看纯贵妃，顺带也会看看主儿。自从纯贵妃失宠，您更是连皇上的影子都看不见了。
如今您都封了嫔位，皇上也没来。看不见皇上，皇上也在我心里啊。主，你别再说话了，我正在画眼睛呢。你看，皇上的眼睛在看着我呢。皇上和淑嫔妹妹在看什么书啊？这么有趣。是纳兰容若的《饮水集》。臣妾入宫前就知道皇上最爱纳兰词。这纳兰的词啊，确实极好，读起来啊，口嚼有香。臣妾最爱的是一句：“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。”纳兰容若写情真挚浓烈，又不似灰飞烟灭般穷尽，必得细细读来，才得隽永之味。这良日如斯啊，本该与两位爱妃饮酒作诗的，总胜过前朝的老头子在朕的耳根前聒噪。罢了，等明日朕将张廷玉告老还乡的折子发出去之后，朕就可以清静些了。皇上国事安定，可家事……皇上啊，永璜的福晋来回禀，说开春以后，永璜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的。皇上得空该去看一看呀。这永璜的病啊，无非是自己的心思重，而且生了不该生的心思。朕已经叫齐汝去给他瞧瞧了，让他安心静养，不要再生这些无妄之想了。可是臣妾放心不下。那得空的话，你就和纯贵妃去瞧瞧他吧。是。阿娘，皇娘要害你。太爷，阿娘，太爷，太爷，你是不是又冒眼了？你怎么又吐血了？臣妾去找太医。不要了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皇娘她……既然是孝贤皇后的继承，你是不是又惦记着她了？我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您这是病糊涂了，妾身给您热了药啊，您还是先喝下。我不喝，不喝。喝这些老式子做什么？喝了这些年也不见好。您是太思念额娘了。额娘死得太冤屈，要不是额娘死得早，我也不至于被皇阿玛冷落，失了父子恩义。插上一朵紫色的，鲜亮些。姐姐真是好眼光。你啊，坐胎药停了许久，气色也好多了。只是皇上还是照例赏着药来，总觉得自己有负圣恩。珠儿，大阿哥府里来传话，说大阿哥恐怕是不行了。纯贵妃知道了吗？大阿哥福晋先来禀报你，奴才已经差人去告诉纯贵妃了。
你去吩咐备轿，你去禀告皇上。走，姐姐慢走。永华，永华，谢娘娘安。皇贵妃安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。皇贵妃，你看看永皇的样子。额娘，齐太医怎么说啊？回娘娘话，太医说大爷梦魇缠身，日夜不安，刑期断断续续。自从被皇上申斥，这2年大爷忧思不堪，又不肯告诉妾身，好几次从梦中惊醒，还大哭说自己不孝。前几日，孝贤皇后的忌辰，大爷梦魇更厉害了，说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。妾身胡说八道什么？皇是最有孝心的，他找先世找孝贤皇后理论什么？糊涂油蒙心了，红口白舌的就拉扯着永皇不孝。依本宫看来，永皇身上不好，都是你们这些不知轻重的人给挑唆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纯贵妃也是为了永皇着急。是，妾身知错了。额娘，额娘，皇，额娘，额娘，永皇是唤他的亲额娘，折命皇贵妃。皇上，方才三宝急报说大阿哥怕是不大好了。什么？备驾，朕要见永皇。这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回两位娘娘，这是提神的药，大阿哥怕是回光返照了，有什么能说的话，赶紧说了吧。永皇，母亲，永皇，母亲，想来永皇有话对皇贵妃说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出去吧。多谢母亲还惦记着儿子，这个时候还来看儿子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母亲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，而且永远都是我的孩子。儿子自幼便失了额娘，被人欺辱，是母亲给了儿子关爱，给了儿子牺牲。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儿子一直不敢忘记，只是儿子对不起母亲，儿子也好想争气，还曾经动过算计母亲的心思，如今怕更是没有机会给母亲尽孝了。哪有母亲和孩子计较的？永皇啊，你这病就来自于忧思，你就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好好的养好身子，才是对母亲的孝敬。儿子自知怕是不能了，这
段时间啊，儿子总是梦见我额娘。儿子该是去找我额娘了。你额娘哲敏皇贵妃，要是地下有知，她也会让你好好养病，不要胡思乱想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是孝贤皇后害死了额娘。花妈儿子对孝贤皇后不孝，儿子是真的孝敬不了啊！我恨他。永皇，宫里边是有这样的闲话，可是闲话是不能往心里走的。这不是闲话，是有人明明白白告诉儿子的。有人告诉儿子，孝贤皇后当年是如何怨我额娘先生下了我这个长子而容不下他，又是如何怨我额娘再有孕而动了手脚，害死了额娘和我的未谋面的妹妹。有人告诉你的？是，只可惜，我明明白白知道的时候，孝贤皇后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了真相，也没有机会给额娘报仇了。母亲，儿子的心好恨呐！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嘉嫔。徐太医，徐太医。回两位娘娘，大哥红了。永皇，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
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都1天了，皇上就这么躺着也不说话，奴才都愁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你来了。永皇的丧仪都料理好了吗？都料理好了，皇上就安心吧。你看看这枚青玉佩，一对子母石，是朱茵的陪嫁。虽然都是富察氏，但她的家世远比不上孝贤皇后，所以这枚玉佩并不算十分名贵。她生前一直戴着这玉佩，一直到死才摘下来，所以朕叫人封存起来，留个念想。你看，这子母石十分亲热，天伦之乐，毫无嫌隙。皇上是想念哲明皇贵妃了，臣妾知道，皇上心里难受。可如今哲明皇贵妃和永皇也算是母子团聚了。如意啊，朕不是不愿意给永皇脸面，去参加他的丧仪，是朕不敢面对。永皇病重的时候，朕不愿听到他一点点病重的消息，甚至不愿去见他，因为朕怕他见到朕只剩怨恨的眼神。朕也不想再一次自己的孩子走在朕的前头。臣妾明白的，所以将皇上的意思告知永皇的府里了。王公命妇也都去致哀了。自从朕登基之后，一直勤政爱民，敬母上天。可为什么朕的孩子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？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朕知道永皇是死于心病，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也知道他有了夺嫡之意。做阿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是欣喜的，可是长大了无能，让人担心；有野心，又让人害怕。历代以来，皇子争权就是作为君王最忌惮的事情。皇上您正当盛年，如日中天。如日中天之后，便是夕阳西下了。朕为了防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，所以朕防着永皇，也斥喝了他。可是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皇的，毕竟所有孩子当中，他是陪朕最久的一个。永皇若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有安慰。永皇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哲明皇贵妃，深感自己不能尽孝。永皇还告诉臣妾，是嘉嫔告诉他，哲明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，所以他记恨孝贤皇后，在他灵前无状，惹得您当众斥责。要不是嘉嫔挑唆，永皇不会失了您的欢心郁郁而终的。
孝贤皇后临死之前，朕问过她折命皇贵妃的死因，她发了毒誓，绝不承认。可是折命皇贵妃去世之后，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。若是嘉嫔真和永皇说了这些话，多半是听信了流言。说到底，除了永皇自己有争夺之意，朕的疑心也逼死了永皇。如意，朕在万人之上，俯视万千，可这万人之上，就是无人之巅了。朕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到朕的身边来，朕想和你一块儿。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？如意啊，朕一早选定的就是你，做朕的嫡父亲，做朕的正妻。孝贤皇后离世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皇上，皇后之位，臣妾惶恐。惶恐？为何惶恐？是因为你姑母吗？如意啊，你与你姑母不同啊。姑母与臣妾有何不同？我们都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爱的男人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乌拉那拉氏又如何呢？早年的情事，朕也身不由己。不过现在都过去了，朕要谁做朕的皇后，都是朕拿主意。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也是人夫。伴随在朕身侧的，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。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问过臣妾一句话，臣妾是犹豫的。什么话？姑母问臣妾，想不想和弘历生同亲，死同穴？臣妾是想的，只是要和皇上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只能是皇后。这就说明了，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。如意，在这无人之巅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。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可好？好，好，好。自打皇上传出要立您为后的意思，奴婢看着满宫里人人都得对未来的六宫之主毕恭毕敬啊。行了，不要喜形于色，免得落人话柄。
是。香袋，到花园别院。白娟，到厢房，快点儿。那些是哪儿来的宫女？主儿，这些宫女都是家中无人才继续留在宫中服侍的，都是内务府新从圆明园拨来的人，说是做惯了事极老练的，正训了话要拨去各宫呢。赵公公，凭什么你把收了银子的都拨到东西6宫伺候，咱们几个没钱使银子给你的，便拨到浣衣局当差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就银子最大，你还扔着？扔！三宝，请教。你去，长长记性。赵全才，皇贵妃娘娘在此，你也敢造次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吩咐，赵全才专横跋扈，自己去慎刑司领50大棍，从今儿往后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。皇贵妃娘娘恕罪，皇贵妃娘娘恕罪呀！三宝，把那宫女带过来。这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三宝，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做事儿公正些，要不然赵全才就是个例。这。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。你是个直性子，胆子也大，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，不怕吃亏吗？奴婢吃亏不要紧，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。倒是个有主意的，本宫喜欢。来翊坤宫当差吧。多谢皇贵妃。走吧。是，回宫。到底还是轮到他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从前皇上就是选的他为嫡父亲，只是被先帝和太后给拉了下来。如今这个皇后之位，到底还是让他给做了。额娘，你别担心，就是贤娘娘成了皇后，可您有我和永璇，她却什么都没有。儿子，皇后之位额娘是没指望了，但是这太子之位，非你莫属。虽然封后大典皆有成立，由礼部还有内务府全权主持，凡文入节不需要姐姐过问，但妹妹自会从旁协理。这就像当初嫁入前邸的时候，有着旁人一一安排，我只需要披上嫁衣便可。是啊，姐姐，大礼的衣裳已经量定，凤冠也已经制成了。虽然立后有旧例可原，皇上还是叮嘱啊，要一一精心制作呢。这，遗嘱用点点心吧。你还特意从宫外赶过来，真是有心了。主妻立为后是天大的喜事，奴婢恨不得日日侍奉在侧，为主尽点心意。对了，姐姐，刚才那个容佩她如何呀？我瞧她都不笑，也不说话。容佩啊，容佩性子果敢，做事利索，心思也细腻，倒是不错的。那底细呢？查清楚了没有？底细三宝一一都摸查过了，出身孤寒，无根无依的，底细干净。都仔细着点啊，这可是翊坤宫的东西。皇贵妃娘娘在吗？您来了，我们主在的，快往里请。内务府总管太监秦丽为您送上贡的彩缎来了，送回去吧。这样鲜艳的彩缎，皇贵妃娘娘不会喜欢的。这位姑姑是
我是翊坤宫新当差的容佩。哦，原来是新来的，怕是不知道皇贵妃的喜好，也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吧？这些彩缎是供封后前才艺的，自然福彩鲜明，不用彩缎，难道用素缎吗？就是素缎才好。真是不知道轻重忌讳。来啊，把这些东西送进去，给皇贵妃娘娘过目。这些要母东西不许进翊坤宫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秦公公也配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娘娘，是奴婢不让这些彩缎子进翊坤宫。大阿哥新丧不满100日，主哀痛于甚，怎可转头就取内务府中鲜艳缎子？岂不负了主慈母之心？为此缘故，奴婢才冲撞了秦公公。内务府为皇贵妃筹备封后事宜，皇上也说这些彩缎虽是贡品，但只可在封后前一穿，立后之后自有更好的蜀锦送进来，还请皇贵妃娘娘暂且将就。永皇刚过世，本宫不想耀眼夺目的，就换些素色的缎子就好。那奴才告退。随我进来，容妃。是。请娘娘恕罪。娘娘若要责罚奴婢顶撞秦丽，奴婢没什么可说的。可奴婢自觉并无做错。你知道秦丽是什么人吗？内务府总管太监。那你还敢顶撞他？秦丽带着这些大红大紫的彩缎来，说是好心奉承，可娘娘若裁制新衣穿上，难免落人口实，说娘娘不顾惜大阿哥新丧，娘娘即将封后，这是喜事，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奴婢不想让娘娘白白落人口舌。容佩，你见识极明白。内务府的这些奴才们做事游惯了，你能够心细如发，处处替姐姐着想，又能够不卑不亢，是个可靠的人呢。主身边有容佩这样的人，奴婢也放心了。容佩，你在圆明园当差的时候受尽了白眼，所以别人抬你你不受，踩你你也不怕。本宫喜欢你在身边。奴婢多谢娘娘夸赞。奴婢受辱，是娘娘救护，所以除了娘娘，旁的人奴婢一个不听，一个不认。索性，你带着容佩给满宫里的人都瞧瞧，知会大家，容佩从今往后顶替你的位置，做翊坤宫的掌事姑姑。是，奴婢多谢娘娘。永璋，你们同在上书房读书，朕查过你的学业，4人之中，你读书最备览，见识最浅薄。告诉朕，你如何教导你的皇帝们？皇阿玛，儿臣等在上书房读书，4哥最勤，3哥最闲。3哥知道儿臣和6弟不甚聪颖，只得苦读而已。所以3哥常常停下，为儿臣和6弟讲解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请皇阿玛不要再怪3哥了。你这个做弟弟的，还敢替他求情？分明是他学业不成，还怎么教你和永荣啊？皇阿玛，正是因为3哥常常指点我和6弟，所以才落下了功课。但是在儿臣心里，3哥最是友善。永璋，你爱护幼弟，倒也有心。罢了，朕也不求你多长进，回去多读读《孝经》，懂得孝悌之礼便好。纯贵妃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请皇贵妃安。起来吧。谢谢姐姐。啊，是皇上叫永璋来问书，我怕皇上又训斥永璋。哦，好在我阿哥他会说话。
皇上怕是还要问功课，不如我们一起回吧。想起在前底时，永璋刚落地，白白胖胖的一个小人儿，你也刚当额娘，我总是去看你们。是啊，日子过得可真快。听闻陈贵妃现在奉佛念经，已经吃全素了。自从孝贤皇后崩逝，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，惹得皇上对我不满。你也是爱子心切，才会让人教唆。你我相处多年，怎不知你是个好脾气的？没想到，这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。怪不得，竟是你成了未来的皇后。我呀，败也家事，成也家事。我无子嗣，贤明也不如孝贤皇后。也许皇上就是因为这个，才选我为后吧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。可是压在我头上的那些人都没了，便生了痴心妄想，也听信了家嫔的奉承，以为自己有资本可以争一争皇后之位，为自己的孩子争一个嫡出的身份。我实在是糊涂了，但求你能谅解。起来，起来，我明白，也无意怪你。我无子嗣，所以我不会对任何一位皇子偏袒，也不会跟你计较旧事的。真的？不为别的，就为我们共同养育过永璜，也为在前底时你我之间的亲密。皇贵妃若有此意，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明日天一亮，行过礼，你就该叫哀家皇额娘了吧？哀家最不中意你做皇帝的皇后。但最终，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。臣妾有今日，全都仰赖太后。哀家可不敢受你这个仰赖，是皇帝执意要选你。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，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，不要学你姑母那样作茧自缚。臣妾记得，臣妾记得，当年臣妾对太后说，臣妾对后位并无心思。是啊，那之后，皇帝晋你为皇贵妃，如今，你要晋为皇后了。这话又怎么说了呢？臣妾还是敢说，臣妾从未妄求过皇后之位。你自然可以得意。你这个后位不是你自己争来的，是皇帝拱手给的。皇上的情谊和厚爱，臣妾万分感谢，不敢得意，没有珍惜。太后，臣妾想问您，先帝在您面前掉过眼泪吗？永璜过世的时候，皇上在臣妾面前强忍着眼泪。他说他不敢面对永璜的过世。皇上说，他欢喜皇子的长成，也害怕皇子的长成。他说他在万人之上，却也在无人之巅，孤零零的没人陪伴。
那个时候，臣妾只想对皇上说，皇上一直让臣妾安心的话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然后，皇帝就跟你说，让你陪伴他，成为他的皇后。是。那不正好合了你那颗心？臣妾是想和心爱的人携手并肩，不过对于后位，臣妾也向皇上坦诚。面对后位，臣妾惶恐。因为你姑母？姑母对臣妾的叮嘱，太后也知道。这份叮嘱，过了这些年，臣妾也没想明白，以至于皇上说到后位的时候，臣妾的心里亦是逃避。也是皇上的一句话，让臣妾猛然惊醒。这些年，或许是因为姑母的叮嘱，臣妾受困于皇后的身份、中宫的位分。只是这些，都不是臣妾在意的、想要的。臣妾真正在意的、想要的，只有皇上的情分。皇帝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皇上说，他是皇上，也是人父。他希望陪在他身侧的是皇后，也是妻子。太后，臣妾心中所向，并非后位，而是皇上的妻子。哀家本以为你比你姑母精进，你说这话，却也不比她强到哪儿去。皇帝是天子，身在万人之上，无人之巅，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女人的夫君。便是皇后，也只是他们身边的臣子、奴才。太后，难道您从来就没想过要当先帝的正妻吗？哀家从未做过皇后，当然不可能没想过后位，但哀家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后位，更没有执念于君心，因为君心从来就是这世上最难揣摩、最难把握的东西，也是最不可信赖的东西。好了，你今儿来说了这么多，哀家明白了你的用心用情。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，哀家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，只是哀家再警醒你一句：作为皇帝的继后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而大清开国以来，你们乌拉那拉氏的皇后更是不易。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，看不清前路，也不够看得清皇上。可是臣妾看得清自己的心。臣妾不喜欢孤寒高位，可皇上说他孤单，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。去吧，皇帝正等着你呢，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吧。臣妾多谢太后。2年了，浪花，朕决定
要册立继后，朕定的是如意，朕特意来告诉你一声，希望你在九泉之下能够明白朕的决定。皇阿玛，景色，你回来了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。皇阿玛册立新后，让女儿回来观礼，女儿自然也已今日赶回。这时别2年，你在边地过得可还好？儿臣一切都好。好，坐吧。皇阿玛，听说额娘临终时举荐的皇后，并不是贤娘娘。或许在你额娘的心里，如意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是朕觉得合适。儿臣听额娘说过，贤娘娘是皇阿玛一早就倾心的人。可是贤娘娘没有家室，没有儿女，只怕其他娘娘们都会不服。正是因为没有家室儿女，才不用像你额娘一样，为了家族还有儿女筹谋，而费尽了心血。皇阿玛心意已决，儿臣也不能多说什么。只是听说，皇阿玛让舅舅做册后的册封正使。是，你舅舅在，可以增添如意册后的荣光。可舅舅是额娘的亲弟弟，怎可做继后的册封使？他是臣子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，你舅舅的心里自然清楚。皇阿玛决断就是。那就好。你留下来陪你额娘说说话吧，朕先回宫了。恭送皇阿玛。额娘，您走了，皇阿玛终于要立乌拉那拉氏为继后了。可您别难过，有得宠就有失宠。额娘您有儿有女有家室，却仍有伤心之事，女儿就忍着等着，等乌拉那拉氏伤心绝望的那一天。
姐姐，你终于走到这一天了。主穿着皇后的朝服，真好看。姐姐，我真想这样一直陪着你，只可惜，我和索性还要去预备观礼，不能送你出门了。你们都去预备吧。放心吧，我会一步一步，好好走到皇上身边的。朕中宫，虚悬已久。皇贵妃乌拉那拉氏，秀玉名门，详中士德，早从前底，克贤内责。今兹养成皇太后慈玉，以金册金宝，立尔为皇后。钦哉！受册。宣宝，皇后之宝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行六肃三跪三拜礼。立后之日，皇上钦定的8月初2，这个是个好日子。本宫嫁入前邸的时候，也是8月初2。请皇后娘娘至太和殿。
臣妾乌拉那拉氏受恩于君，令主中宫，必恪尽厥职，端礼后宫。臣妾叩谢隆恩。皇上皇后，凤凰于飞，和鸣铿锵，白首之喜，百年河心，归。